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微博世界大会，刘亦菲惊艳，谭松韵变了，但都被向左占了风头。一年一度的微博世界大会终究来临啦！这一日的红毯之上，依旧邀请来了娱乐圈的大半明星，现场极为热闹非凡。然而，明星们也皆全力以赴地去争抢镜头，唯恐自身被他人身上的光芒所压制住。有人光鲜亮丽，然而有人则选择另辟蹊径。那么，究竟是谁能够成为那聚光灯所聚焦的焦点呢？01，王楚然。自主演《柳州记》之后，王楚然的口碑得以有所改善，于是他整个人的状态自然而然的就提升起来了。并且此次他选定了一袭中国红的开叉礼服，令其自身肌肤仿若凝结的油脂般细腻，白皙至极，熠熠生辉。一双大长腿时隐时现，自然而然地吸引住了观众们的视线。事实上，这件衣服的质感着实算不上非常好，大红色也绝非是一般小花能够稳稳掌控得住的。不过所幸的是，王楚然自身的长相较为大气，波浪卷的长发披散在肩膀上，一副我乃天下最美之人的神态，霸气全然展露出来。然而，我相较于他的其他造型更为喜爱，他戴着金色的假发，身着纯白色的连衣长裙，背对着阳光望向镜头，宛如传说中的天使降临人间一般，着实令人惊叹不已。我认为时间能够对一切予以验证，属于王楚然的道路依旧极为漫长呀。02，谭松韵。作为实力派的小花，谭松韵每一次的红毯造型都相对较为守旧且低调，这般风格与她自身的气质极为契合。然而此次的她明显是在尝试进行突破，然而却反倒以失败告终。这套黑色刺绣连衣裙让人视线猛地一暗，甚至还会误以为谭松韵将老家的被子拿来做成了礼服，头上再戴着一朵大红花，结果使得她一下子苍老了20多岁之多。事实上，34岁的谭松韵有着一张娃娃脸，她脸上的胶原蛋白极为充盈，五官更是极具幼态感，看起来就宛如24岁那般年轻的小花。造型师究竟是怎么考量的呢？竟然执意要挑选这样一件尽显老气的服饰，简直是白白浪费了这张脸蛋。03，秦海璐、胡先煦。随着花少6被骂出圈，花少5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了。然而此次活动极为明晰知晓观众所期望看到的内容，竟然安排秦海璐和胡先煦一同走上红毯。大姐已然年满46岁了，她的面色呈现出红润的状态，肌肤紧致，那身着大青衣所展现出来的风范着实极具气势。弟弟胡先煦则把头发烫成了一头卷发，相较于之前少了那份青涩的感觉，增添了些许成熟的韵味。当然，站在秦海璐身旁，她的气场明显得以收敛，两人同框就宛如豪门姐弟那般，并且还在现场再度演绎了一下冰岛的那个著名场景，着实很会玩花样。04，关晓彤。关晓彤的身材比例在年轻小花当中可谓是极为优异的存在，只不过她平日里甚少对自身身材加以管理，时不时的就会胖上一圈。此次红毯之上，她特意身着一件深 V 礼服，举止优雅大方地将自己的事业线展露无遗，然而五官不够大气，颇具少女气息，以至于身材与面庞仿佛并非出自同一人。并且关晓彤的身形再度变得肥胖了，她手臂处的肉都凸起来鼓起来了。身为女明星还是得有所注意呀，毕竟她也算不上真正的实力派，主要是凭借颜值和身材而已，好好的珍惜自己的最佳状态时期吧。05，虞书欣。红气养人这句话着实极其正确呢。伴随着永夜星河的火爆出圈，虞书欣的路人缘呈直线式大幅提升。
往昔众人常常觉得他长得太过平凡普通，在红毯上的表现也颇为不佳。然而现今有了角色的滤镜加持，反倒愈发让人觉得看着顺眼了。并且此次他并未选取过于夸张的造型，身着淡紫色的抹胸花瓣礼服，头发边做一股麻花辫，额前留有一些卷曲的碎发，搭配着清淡的妆容，整体看上去甜美可爱，极具灵气。所以说，年轻的演员们切不可每日都忙碌于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，多多拍摄出精彩的好戏，要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为关键重要。06. 赵露思。同样身为95花中的一员，赵露思也有一部新剧《珠帘玉幕》正在热播之中，然而其热度与口碑明显不如前者。此次参与该活动，赵露思亦是有意借此机会来对其剧作进行宣传，以获取关注。自认为穿着颇为时尚，但实际上仍旧难以达到高雅之境。上半身展现出冷艳的气质，而下半身仿若乡村大舞台那般，碎花与银色的搭配看上去极为不和谐。实际上原版的裙子并非这般怪异，其袖子与裙子是存在呼应关系的。然而为了彰显身材，赵露思团队特意对设计予以改动，反倒使其变得不伦不类了。并且她的这一妆容极具网红风范，越看越觉得好似韩安冉。看来这一局她从各个方面都输给虞书欣了。07. 刘亦菲。红毯依旧需要聚焦于85花群体，尤其是向来有着娱乐圈颜值巅峰之称的刘亦菲。此次她选取了一件抹胸样式的绿色礼服，令冷白皮的她看上去仿若能够散发出光芒一般，那宛如微醺般的眼妆与波浪卷发的搭配，更是彰显出了成熟的迷人魅力。现今的刘亦菲展现出一种淡然且高贵的气质，仿佛与其他人全然处于不同的层级之上，给人一种独特而超凡的感觉。今年她所拍摄的剧集再度迎来了极为热烈的火爆态势，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收获成功，故而她的自信是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的。唯一存在的问题在于刘亦菲的身材始终难以瘦下去，她的肩膀看起来仍旧颇为粗壮，且白肉也极为明显。然而最为离谱的是，这件裙子的下半身设计极为怪异，恰好将小肚子的部位框住且加以凸显，不知情的人甚至会误以为刘亦菲走红毯之前暴饮暴食了一顿呢。期望在下一场里，造型师能够用心的去挑选礼服，千万不要白白的浪费了这般如此出众的绝美容颜呀。08. 向佐。你认为在这场活动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刘亦菲吗？实则并非如此，上述那些明星的风头皆被一人给抢夺了，此人乃是身着女装的向佐。没错，向佐又一次玩起了那抽象的事物。他此次于红毯之上所穿着的服饰，乃是从他的母亲向太那里借来的，并且还呈现出了较为露背的款式，这着实毫无必要可言，并且也没有任何人想要去看好呀。更为滑稽可笑的是，他的内里实则是处于真空状态的，全然没有穿着任何衣物，在镜头前摆姿势的时候太过沉浸其中，以至于一不小心竟然出现了走光的情形。网友尖锐地评论道：老奸巨猾。然而我唯独对大家的眼睛感到心疼，回去多多滴一些眼药水吧。09. 结语。从此次微博世界大会的相关活动里，观众们能够体悟到这样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演员的发展离不开作品的助力。优秀的演员压根无需过于浮夸的造型，简简单单就能获取观众的掌声。反观某些人挖空心思去琢磨造型，最终的成效却不太理想。当然啦，好看的远无法与会玩抽象的相媲美。向佐这一系列的行为着实引发了所有人的高度关注，不但致使自己颜面扫地，也让其父母、妻子都丢了面子。这一年他着实是在大众面前频繁出丑，
观众从最初的痛斥，到后来不理解但予以尊重，接着发展到极其无语，乃至连评价都懒得去做，经历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。这般看来，向佐难道算不上是娱乐圈里独一无二的存在吗？只不过期望他下次能够变得正常一些吧，毕竟观众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。